好，好，好。加拿大福利太好了，符合条件的居民即坐躺7个月的 CERB 福利税前共14000加币后，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接着申请 CERB， 每期领500加币，总共可以领26周，税前共计13000加币，这加起来就是27000加币啊，相当于13.5万人民币啊！这怪不得想移民的人越来越多了呢。躺着挣钱是挺舒服的，但是你也得居安思危，不是？这福利救济金作用结束的这一天，而且吧，如果您想担保父母移民、失业金一爱、CRB 这些福利金可是不计入你的收入哦。国家发你这笔钱是在疫情期间暂时给你稳定的收入，让你把家庭安顿好，好踏实找工作的。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认为这疫情也不见好转，待在家里拿着福利金也是挺安全的。但其实现在很多公司都是有让员工在家工作这个福利的，或者采取了适当的防护措施。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如果你是想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不是找个好工作，那么接下来的内容你就不能错过了。我相信看完这期视频，你会有醍醐灌顶的感受哦。为什么？因为这期视频的内容是我参加了本地 Infox 猎头公司的一个职场吐槽小会总结来的。这次会议他们可是请了不少温哥华本地人力资源行业的大咖哦。HR 猎头如何筛选简历呢？ LinkedIn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拥有多年美国硅谷科技职位猎头经验的 Jason 告诉我们，作为猎头看简历，第一眼看3秒钟就会判断值不值得看第二眼，值不值得再约电话来谈。如何让你的简历在3秒内就吸引到 HR 或猎头，不在于你的简历设计有多花俏，写了有多长，而是在于你的简历内容是否有体现很关键的内容，是否具有倾向性。Jason 建议呢，每份简历都是可以针对某一个公司、某一个职业来定制的。如果写得很泛，一个简历投向多个公司，那么你的简历脱颖而出的机会就会少了许多啊。LinkedIn 大家有用过吗？这个网站真的很重要，它是北美求职者和企业招聘者都很喜欢的媒介。上面的信息很真实地体现了一个人的事业成长轨迹，完善上边的资料可以更好地吸引企业 HR 和猎头，而且这也是网络版的职场人脉圈啊。你在 LinkedIn 想和别人沟通，去邀请对方加你为好友，大多时候别人不会拒绝你，因为很多人也是希望可以影响到他身边的人，也是想帮助别人的。一个多伦多大学的大一新生在跟 Jason 请教职场经验时， Jason 建议他在 LinkedIn 上加100个本科同专业毕业的人，再加100个读硕士、博士后搞学术的人，此外再加100个硕博毕业工作的人。先通过简历认识人，这样你在毕业后已经跟他建立了很多年的联系了，而且你也能知道你的学长学姐在干什么，你几年后是不是也要朝同样的方向努力呢？那么有人会问了，我到底该做哪个职业呢？在你上大学前选专业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你有10多年加拿大大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 Flora 告诉我们，在你选专业的时候，设想一下这个职位能带给你什么，会帮你实现什么样的价值，长远看10年、15年，通过这个职业能证明你的什么潜能，并且想象一下自己工作时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自己会不会很开心。这点考虑明白了，你才会选择到最适合你的专业和职业。在你面试时，让面试官感到你强大的气场、充足的能量、激情和自信心是很重要的。唯有你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你才能面试时体现出这样的状态。但其实很多学生并不知道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以为毕业才是开始，其实已经晚了。短期的职业目标很重要，找到了工作，每一天很开心，能学到新东西，解决新问题，每天都可以将你的事业推到新的高峰，每天很充实，自然而然你的下一个机会也会出现了。那么在加拿大找工作如何走后门呢？人脉到底有多重要呢？在谈这个话题前，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以你现在的专业或职业来说，你能说出本地100家有这个职位的公司吗？如果说不出，20家呢？就比如果你是一个 Computer Science 专业的学生，你能说出几家有相关职位的公司？是不是只知道微软、亚马逊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公司呢？如果你说不出来，说明你的 networking 不够。
你根本就不了解当地市场和你这个职位的就业情况。你们知道吗？在加拿大，只有20%的职位是在 social media 上面招聘的，80%的职位都是内推或者别人介绍。所以我们说，在加拿大找工作也是要走后门的。这个走后门，并不是说你花钱送礼得到这个职位啊，而是 networking， 就是指你要积累你的人脉。积累人脉是从工作开始的吗？当然不是，在你上学时就要扩展自己的人脉了，比如做义工啊，参加社团啊，参加 co-op、intern 这些。当你的 networking 做得好的时候，有了工作机会，别人会主动要求你面试，甚至免除面试，直接入职，因为你这个人在之前已经被得到了初步的认可，所以公司的员工或者管理者已经对你产生了信任，会更愿意招你这样的人进公司，这比从社会上招聘一个人的风险要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都喜欢猎头，高薪岗位的 HR 基本不会直接招聘，而是通过和猎头合作，因为专业的猎头已经帮他们进行初步的筛选了，他们会在招聘环节节省很多人力和财力。但是毕业生在3到5年内基本不会被猎头找到，基本要靠你自己找工作，自己投简历，通过内推或者推荐。具有多年猎头经验的 One 告诉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途径去接触一个行业是很关键的。你对这个行业了解多少？你在上学的时候是单纯的去念书拿高分，还是也会拿出一部分时间把自己渗透在这个行业里呢？在他们举办 seminar、workshop 这些活动时，你是不是会参加？如果没有活动，你就要去发掘这个行业的人会出现在什么场合，然后你就在这些场合出现，去认识他们，或者干脆你就举办一个活动邀请他们来，而不是在毕业后投100份简历去求职。而且你认识一个在某一个领域做得比较好的人的话，如果他认可你，也会给你再介绍其他人。在你想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如何让对方愿意腾出时间跟你交流呢？和对方找一些共同点，就跟谈恋爱一样，主动点，让人不好意思拒绝你。比如我们都认识某某某，这样对方才有兴趣和你交流。那么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工作经验，如何包装自己呢？我们在看招聘广告时，大多数时候会写着需要几年到几年的工作经验。刚毕业的学生看到3到5年、8到10年这些字眼时，头都大了。Flora 告诉我们，企业需要工作经验的目的不是看你是5年还是10年这样的数字，是希望通过工作经验所体现的工作能力才是最终核心。Job description 后边基本都会写到具体的能力要求，比如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哪怕是刚毕业的学生，你在学校也会和同学合作一些项目吧，做 project、做义工，以及在社区的经验，通过这些项目去体现你的能力，不要只是局限于那些数字。One 告诉我们 ，Junior 和 Entry Level 这些岗位就是针对没有经验的职场新人。那么企业对于这些职位人的期望和对具备多年职场经验的人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是有经验的，那么就要体现他的处事能力、成熟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是职场新人，那么你就要体现出你的潜力和激情。潜力就是 Junior 的气场。如何体现你的激情呢？也就是怎么证明你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呢？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你在学校做了很多的 project， 在校外也做了一些 project， 除了拿分数，也遇到过其他困难并解决了，学习了其他的东西，这些都是职场新人可以拥有的价值，也就是毕业生所需要具备的功夫。今年的疫情呢，让很多企业提供的空缺职位很少，甚至不招新人，对于求职者来说都是竞争激烈的一个时期，唯有提前做好准备，等到危机来临时才能从容面对。祝每一位求职者好运。这期视频干货是不是超级多啊？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给我点个赞、订阅我并开启通知小铃铛吧。我是静香，愿与你探讨北美华人生活和文化，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周6见啦！